欢迎回到小老婆汽资讯网，我是卡普大叔。Kymco 光阳在今年7月的南港车展上发表了一台叫做 X-Town ST 的车款，而且这辆车很神秘的是，那时候官方都没有宣布它到底是黄牌还是白牌。那终于在今天在官方的试乘会，我们终于见到这辆车，而且呢，官方定调了，它就是一台白牌的休旅大洋。那么呢，这台 X-Town ST 它搭载的是一颗全新的4V 246.3cc 的单缸水冷引擎。如果这个车跟这个引擎大家了解光阳的车款的话，其实呢，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光阳的车款上哦。在中国的常州光阳上，其实这辆车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那这一次呢，光阳决定要把它引进台湾，并且国产化。所以呢，就是应该说去弥补目前国内在250cc级距这种休旅大洋的一个空缺。那么放眼它的对手，目前市售的大概就是 PGO 的标虎250，然后还有洪嘉腾的 STR 250，那么再来就是它，可以说呢，在这个级距上，你目前可以选择的车款又多了一项，而且呢，他们3台车都有同一个特点，就是前面平治踏板的部分。好，我们先从外观来讲一下。这次可以看它采用是一个比较欧风的设计。从这个鹰眼大灯，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跟他们家 KRV 其实有点类似？也没错啊，甚至我觉得有点去仿效了 AK 的那种设计的理念。你可以看到整个车头的设计是非常充满棱角跟线条的，那带出了锐利感，而且呢，想要营造出那种比较运动、比较年轻的那种感受。的确，它在这个塑形上面是相当的成功的。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它在侧边的部分它也导入了很多像 AK 里面他们有这种所谓的 aerodynamic 这种比较多层次的扰流的设计，从车头一直延伸到车侧来。你可以看到车侧这个地方，其实它也是做出了这种有层次的感受所以整台车一直延伸到车尾，它车尾呢，你可以看到它采用2个比较小的 LED 的一个尾灯的设计。那除了简洁之外我觉得这个也蛮符合近年光阳他们在设计上面比较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这种感受。那当然，全车的灯具都是采用 LED。外观的部分呢，我觉得这次应该算是成功的，但比较可惜的是风镜不可调，而且也没有电动的设计。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要作为一台休旅的大洋来说，可调风镜应该是一个必备的设计吧，应该说必备的产品吧。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身高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骑高速的时候，这个没有可以调整，那我可能只能买比较长的风镜来做取代，这样子好像少一点东西。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它为了营造出那种重车的比较高质感的感受，他们把后照镜采用跟 AK Premier 一样，都是前移，而且呢是可折的设计。那这个对于停车有时候特别是在市区停车格，你想把这个后照镜收起来是非常方便的，避免去跟别的车撞到。那整体来说，我觉得在外观上面 X-Town 它营造出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这种高级感。那外观讲完，我们来讲配备。这一次的配备我觉得光阳也蛮有诚意的，基本上算是给好给满好。然后呢，还有这个我又戏称就是给老人看的，给老人家看的超级大的液晶萤幕。各位看到这个铃有多大？你知道它的这个仪表板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在整个识别度上非常的高，已经超出我目前对国产车款的感受了。而且各种资讯在上面基本上通通具备，不管是水温然后还有油量，然后里程还有换油的里程，它都一并在里面。而且这一次他们的 Keyless 终于改变了一个开关的位置。那大家知道之前光阳的 Keyless 系统，他们会把唤醒开关放在左手把上面有一个现在叫做 TCS 的位置，但那时候他们叫 Keyless。那在这个总成没有更改的情况之下，他们这一次终于做了改变，在 X-Town 上面，他们把 Keyless 的唤醒跟发动开关做在一起。我现在给各位看，我只要长压唤醒它，
可以发动。那当然关掉也是。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便利的，而且呢，它也保留双黄灯的设计。你只要往这边一扳，它就是闪双黄灯、警示灯的部分。那当然呢，在原本以前这个所谓的 Noodle 的开关上面啊，现在当然没有 Noodle 系统，所以他们就把它变成就是选单，各种资讯的选单。那么 TCS 的部分啊，独立出来的，所以呢，它 TCS 是可以关闭的。在某些路况下，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可以关掉。好，那再来这个前面呢，在龙头的中间有一个 USB 的充电座。好，再来看下置物空间，左前方有一个算是手套箱吧，你可以大概放入一个600cc的保特瓶跟一支 iPhone。那这个是没有上锁功能的。然后行李箱。好，行李箱呢采用了油压挺杆，我觉得这个是蛮有高级质感的。然后整个行李箱是属于一个比较平整的部分。那当然，它在这个地方它很贴心的告诉你说，你安全帽需要侧放。那我们今天测试的结果，以大叔的 Jet Cruiser L 号是可以放得进去的，但是可能需要小小的压一下。因为那会位移的关系哦。好，然后前面这边还可以放一些雨衣啊，或者是手套、小东西之类的，所以置物箱的空间整体上我还蛮满意的。那么再来，当然它有一个小夜灯 ，LED 小夜灯的设计，还有一个12伏的雪茄插头，这个可以供电，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给12伏，就是给这种雪茄头。既然它前面都给 USB 的，照理讲，我如果要充电，应该是不是里面也直接弄成 USB 会比较好一点？哦，还有一个东西，我跟各位讲，这是油箱盖，非常的有趣哦。这个油箱盖它这次做出的是一体式，然后弹开，所以你不用在那边打开盖之后还得把油箱拿起来，然后不知道放哪里。它这是整合在这个盖子上面。那缺点就是有一点哩哩啦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方便的。那至于它有时候很调皮，它会盖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哈。再来讲要操控。我觉得操控应该是大家最关心，这台车骑起来感觉怎么样？我先讲，以一台运动的休旅大洋，我觉得他们 X-Town 在悬吊上面的配置，我给相当高的分数。原因无他，因为它调得非常的运动，简单来讲就是比较硬。但它的硬呢，也不是说那种死硬，而是你觉得说 ，OK， 你可以很放心的把车压进弯道里面，然后你不用担心啊软脚，前后悬吊会软脚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光阳他们最近的产品大概不知道吃了什么。我觉得他们最近就是比较朝 sporty 这种运动化的方式去设计，然后去调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因为这辆车当他们在定位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像以前那样，可能像它的 GT Downtown 那样是属于一个比较休闲款的车。那这个车它很明确，就是它要主攻年轻的族群，而且它想要带给你操控，然后动力上面那种轻快感跟利落感，所以他们在悬吊上面设计的就是比较硬朗一点。那么第二个，在这个坐垫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琢磨的地方哦。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以大叔180的身材来看，过往我们在骑这种车，哪怕是之前我试乘过的 Forza。有时候你都会觉得说，这个椅垫啊，在整个支撑度上，特别是对于大腿它会比较多的干涉。为什么？因为它希望大洋嘛，就希望让你坐舒服一点。它椅垫通常会做比较宽、比较大一点，可是，在 X-Town 上面，它并没有。你看，就算我立着中柱，我的脚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平踏在地上。那更不要讲，我今天把车立下来之后。我的脚是可以完全放在地上，所以它的坐高能够如此的亲民，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因为它的椅垫的设计。好，它的椅垫设计怎么样？第一个，它在两侧的部分做的比较窄一点，脚放下来的时候，大腿内侧的压力会比较小。然后再第二个，它的泡棉，这次泡棉上用的比较软。那这个我觉得跟光阳过去的产品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一次呢 ，X-Town 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它的椅垫的支撑性跟舒适性是相当好的，但是以大叔的身材来讲，我会觉得它的泡棉还是软一些，因为
你刚开始骑可能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你今天骑的是可能要环岛，你骑成1天或者3个小时以上的时候，这个过燃的泡棉反而会让你的屁股陷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取舍啊，到底是硬还是要软，还是要去做一个比较适中的东西？那你可能只能够朝比较大众化的方向去设计。那这是一个，然后后座的部分啊，今天虽然没有试，但我觉得这样子光这样子压一压，我觉得应该是不差的。那骑乘三角部分哦，刚刚说过，我觉得 X-Town 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空间非常的大，这个空间大到就是让我觉得它完全就是为我这种身高1.8米的人设计，也就是说它是针对老外的体型去设计，不管是手把高度啊，然后椅垫，你可以看哦，它其实干涉部分真的是刚刚好，以大叔的身材来讲真的是刚刚好，那更不要讲就是身材比较标准的那些骑士，所以这个是不错的。然后13寸轮胎，所以你在选择轮胎，不管是你要通勤的还是要运动的，都以目前台湾的市场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匹配的轮胎来搭配。那加上 ABS、TCS 这些东西都是标配，所以呢 X-Town ST 我觉得应该算是在今年对不起，明年了。如果没有它可能还开始卖，有可能是年底，那也有可能是明年初。但以它目前开出来的价格，价格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现在开了一个预购价，我觉得这是蛮有竞争力的，因为你放眼看去，以它现在250白牌速克达的竞争对手来讲，它的价格我觉得没有高出太多，可是你在配备，你在整个质感、在整个操控上面，我觉得它是有它的优势存在。最后，我刚刚是不是漏讲了动力，对不对？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他们今天都是新车，有的车才几十公里而已，所以我会觉得引擎第一个还没有磨合开，甚至是可能到5、6千的时候，我会觉得在加速的那一瞬会有一个顿内的情况，会缓一下，然后再出去。那我不太清楚，说是因为还没有磨合的关系，还是它引擎设计就是这样。但整体来说，你可以从4500转到5000转之后，你可以感受它那个涌出的那种扭力值。所以我们在整个阳明山的上山啊，你可以很轻松把车带出去，然后不会有那种以往大洋或是以往光阳的产品就是会比较拖的感觉。它的加速是轻快的，然后加上它的整个吊架、引擎吊架跟整个底盘的设计，会让你很轻松的，就是骑在弯道上面。当然，如果你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操控，你可能轮胎还要稍微升级，刹车也要跟着升级。那除了这之外，我觉得它整体的悬吊配置已经蛮符合大众的需求了。这个部分可能你就可以省掉一笔改装的费用。说真的，我得老实讲，光阳在大洋的底蕴其实真的是拿得出手。相较于它目前就是国产速克达小车的部分我真觉得大洋在这个大型速克达上面的底蕴真的是够的。毕竟他们外销那么多年，而且他们在中国常州光阳他们也做出了不少的好的产品。只能说今年2025年2024年年底到2025年，我们看到光阳推出一些不错的产品，其实蛮期待的。我们很期待这个市场，因为光阳导入这些新的产品有所变化，刺激增加大家的买气。好，那以上就是呢大叔为各位带来光阳 X-Town ST250的一个发表跟试乘的心得。当然，如果大家对这辆车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更重要的是，别忘记帮我们的频道订阅、按赞还有分享。我是卡布大叔，我们下次见，拜拜。至于油耗